满个天空，一朵云都没有。真的哎，万里无云哎。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开路以来从来没有来过的一个小胜不藏私最强的景点喽。哦，我们要去一个宛如仙境般的环湖度假村。再来呢，台湾最古老的盐田。沙悟净，要看烟花不用到法国，台湾就有很珍贵的盐之花。救护车，我要请生。那还有一个呢，不能错过的呢，渔村秋肉菜。哇，这个有够好喝。秋人哦，好好喝，回甘的那种力道是很大的。我大刚在叫你讲干话，你们讲话慢一点。进讲。海鲜吃完，该要有些主食吧。会跳舞的炒饭来喽！哎呦哎呦，可以，这个超好吃。对，挺好吃，好好吃。风格跟一般老街感觉不太一样。其实你看，光是看那个椅子，所以这里就是一个秘密景点。来，来靠右边。我听到在 Kiki 口口啊，你好，嗨。阿妈，你今嘛过了好无？好，哦，你讲什么？你讲底啦，讲安听的底啦，你讲啊。讲底哦。哟，啊，这条你用讲出来哦。嘿，对我直接用这个讲的。纯手工安尼哦。哎，手工的，拢安听规捆，拢直接加咧做。啊，你哪这么厉害啦？做囡仔就做这啊啦，啊，我见了来就好啦。安尼。带人底我拢较认分啦，对家对爸过啊对啊对对走啊，我即嘛无受，即嘛少年安尼啊。哦。啊，这介绍好不？介绍不好啦，啊，老人家无苦啦。光这只棍子啊，也不知道是几岁了。阿妈，你叫我看一下好不？这有皮壳，不是啦，这啦。我讲个了呀，是嘛了，我讲个了。哦，本来是安尼吼，安尼讲，安尼讲到变安尼哦。这差不多啊，跟讲几年啊，这支讲50年有无？有啊。有啊。讲这单纯专门讲这呢，啊讲家就用一支。哦。啊，讲咧特别讲这一啦。来，我讲看麦。你看，他还有那个弄这种爱心的，啊，这是人给你教，讲用这爱心安尼，家己想哦。你看这里跳啦，你读什么大学啊？做菜的大学啦。做餐大学。做餐大学啦，手作感就真的是哦。压落咧。安尼哦，安尼讲较有稳落咯。哟。安尼你若袂较早讲。嘿，啊你较大那咧手唔能 QQ，有在。会晓袂晓啦。叫你提麦克，你唱歌，你做是无干，轻轻松松。哎，我感觉阿妈就要收鞋啊，两边个无听无以后，较只片就收落啊。来，你甲讲，你甲讲。我唔敢啦，小温柔啊，较大个啦。较大个啦。迄无温柔，等于太太讲。感觉到这个阿妈他们这个身体能也不真好，身体不一定，丹田一定就好。丹田就好，你看，伊笑到安尼。你怎么在香哦？丹田。哦，歌咏拢有听咧。哦，啊，你看那动漫花做呀，有花多大声无？他都谈你花，无啊，你谈啊，你太太人，都必须会都变傻了。我觉得我差点呛到。在那听着那调个早。啊，你是自由乱来是这个？做的啦，较早太拢来。无人做，无讲看，无人做。看啊，无看到啦，啊对面看。讲安尼就好啊。结婚出来请安尼尔。请你就去啊。请阮咱两个老家就是在就决定。决定啊，你是计出来刚才看到啊，我这阵的现金12块。哦，我迄个算做真的。民国几年？33年就会啊。哦，日本时代的。有人上万大的，我上少哦。怎么我咧计较呢？上人少咧，我去个。这很12块很少的呢。少的。去个饲猪啊，现在。饲猪啊。你请他过来。来。因为风声要动者，啊，袂讲话，嘴拢不咧食。啊，你老公嘞？走去好命啦，好命啊！去烧酒卖啊呢。38岁呢，啊伊42岁就过身了，我囡仔真啊细啊。真个哦，是哦。啊，你读高中，迄读国小的。哦，你看起来哦。英国的呢，啊，我就看这囡仔。去读英国的哦。我囝读英国的，要考大考掉，要考因6个过身，啊，一读
福州的。新国啦福州的。新国民英啊，这是英国英国的。嗯，哦，即摆这句叫做卖句。你若讲恁老公若有听有，你即摆要来讲啥？阿放咧三囝，我艰苦啊，互我艰苦你请囝啊。啊，你上艰苦是都上艰苦就是我，伊过身了，我囡仔我细汉，我做唔爱。阮囡仔读册，我就去做工课，就去换饭去学校，迄阵无当定，啊写名伫遐下啊，甲去做下做工课，三囝要我宿舍，我做唔捌代志。啊，但是我做艰苦的，我拢硬苦做。啊，拢做这？嘿，我做这较早是拢做粪斗啊，甲校里挂水的煲汤啊，啊，甲抓药啊，抓药啊，还生理迄阵也袂歹，哦，对吧？迄阵就也袂歹，硬我做面做面的，做来再滚，即马拢生啊嘞。几岁啊？我袂生。哦，你讲讲。讲啊，就听。哎，囝拢有孙啊，啊孙会看诶，老孙哦，哎欢喜哦，啊有有效无？我现在做有啊。安尼就对啊，嘿啊，你就。三囝有有啊，因读册拢家己读，家己去考的。现在卖个物件。因为阮迄个大阮祖囝是读的，啊，阮这个第二查甫的是政府，啊，这个细汉的查甫伫银行，我拢做有效的啊。拢做搞的啦。啊，我拢无甲改，拢改读的，我再乖啊，早早。啊，你也无读书，是要改读书？啊对啊，我就无读册啊，读啊，阮较早啦，阮老母生10个呢，安尼哦，就是读呢啊。祖囝就要读，我祖囝哦。哦，恁老爸拢真拼啊，这厉害哦，真拼诶。啊，较早人拢生甲袂死啦。哦，恁母啊拢无时间当前课，那一直生我囝。讲啊，较早生囝无咧栽培啦，无咧栽培一直做，我拢入去做工课，趁钱来互人啊。现在阿妈抓龙抓一下，阮昨天是做名利的啦。嘿啊嘿。阮今仔日就是上天哦，派阮来要来掠灵的。对啦，我给你放轻松啦，哦，安尼哦。谢谢哦，感恩哦。来哦。哦，安尼给你讲的啦，嘿啦，安尼啦，对不对？我今日做很好诶。恁家这个吼老家吼，你这间店是一个吼足励志的。对啦，大家哦听到你的故事哦，研究我家己哦。刚学到耳朵啦，嘿。哦。来，各位亲爱朋友，那为这过，那经过阿叔来伊店口，看你有坐伫遮，物件做你买，钱甲放好。上重要的是用开3分钟到5分钟，替阿叔掠灵。你来搞你啊！哎，安尼你有欢喜无？有欢喜，今日做欢喜。哎呀，好啦，安尼欢喜就好啦。来，有通过来，麻烦者，阮这欠掠灵的吼。嘿，啊，算你来掠啊，者算伊啊欠掠灵，即摆黑蓝草100粒，掠会较低。我带你家给你买啊！你们好，请你们试吃。哦，试吃了，这个是米做的饼干，好试看看。叫之前呢，有人来这边拍了一个纪录片，叫《无米乐》。他们这里的米非常好。哎呦，我之前来的时候，他们还有说在推广那种挂丢要分。那待会我也是带你去吃一下。真的假的？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是用糙米下去做的哦，啊，它都没有添加鸡蛋跟牛奶，有吃全素的都可以吃。哦，我们这个碰到口水就会化开。我刚刚吃它的那个甜味就很高了。对啊，它是有加一点点2砂，如果想要吃无糖的话，有无糖的。哎，无糖的在哪边？无糖的是在这边，碰到口水它就慢慢的化开。是。婴儿6个月哦就可以吃了。哦，你说这种无糖的，没有添加的，适合百香果。哎，对啊，而且有很多味道。对，我们有8种口味哦。对，哇塞，米手芝麻原味，也有茶香，你后来就做了其他的口味。你用什么茶？乌龙茶，还有加红茶，吃起来它不会很涩，因为我们先至少泡8个小时，然后再加进我们的原味的原料里面这样子，所以吃起来不会很涩，然后有茶的淡淡的香气。它比较感觉突然说有点茉莉。因为我昨天有开了一瓶茶酒，这个还比较浓郁，这个比较浓郁哦。你很怕公鸡嘛？对，他很喜欢公鸡。为什么？糙米啊，人家讲，咱家讲啊，平空调。糙米嘛，人家讲，咱家讲好的。无聊，来，吴导，那你怎么会当初想说做这个？
我之前是在外地工作，然后工作了5、6年，然后假日回来的时候会看到，其实我们老街其实是有游客的，所以想说回来试试看。是，对，我是11年前回来，我29岁回来。哦，对，我今年11年前他今年40岁了。对，我数学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这边有个街友哦，姐姐，哎，你好这。是子云姐姐，这条街的老朋友。对呀，对对。这里叫做金寮，是早期种植这个小青植物啦。那这里呢，又叫做嫁妆街。这里算是非常重要以及热闹。哎，所以也是我们南来北往最主要的干道。你要去各大城市都要经过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盐水港，我听说有一个说法是这样：一府二路三艋甲，四就是月经港，就是盐水。哎，所以大家都会来这边做生意、做买卖，形成的一个街道。很多的那种现在建筑物呢，经不起地震的摇晃。是，但这种老屋子却咯吱了几百年啊。对，差不多快100了。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日本时代的时候比较热闹嘛，还是在清朝、清末的时候。这边呢，哈，有的阮家古厝，哦，也是我们的电视节目最夯的。看得出来，他是我们的保镖讲师，全世界10几位，看得出来是一个特战的，对，而且呢身怀绝技。这个那个看起来很硬，这是一个朝圣的心情哦。这个曾经在戏剧里面看过他们家的陈设，太有味道了。来到我们这边，以前世代是就是开药铺吗？哎，没有，这个屋子是清高宗到现在，距今有270年。最早是施琅底下一个林姓水师将军的宅邸，然后后来在140多年前，因为家道中落有一点荒废了，然后我祖先再把它承袭，把好的木头搬来这边重组。哦，比较特殊的就是说，它这边的药柜大概距今有140年左右。我们家几代的中医都是就是这个哦，等于算是你们那个起家的。然后来摸一下，这里曾经救过多少人？对，为什么这边可以看得出来是官邸？你看上面的雕梁画栋，哇，这个懂懂，这不容易的，一般在庙宇或者是官宅才会有。那这个屋子是3开6扇的方式，2个门关起来就是3关。对，3关的话就是这样子是2关嘛。对，其实我们大家在看都以为这个是门，哦，那个也打得开的，这个也打得开，这个梁移走之后门就可以开。哦，但是因为从小到大我们不曾开过，我也不敢开。OK，是。然后这个地方你看古人的心血，古人的心血，看人家哦，对，哎，谁来找？就像猫眼一样。这个有一个用意，一个通风，另外一个采光，再来一个就是当下午的时候，这个是钱币纹。对对。如果阳光洒下来是，还有到处都是钱，这个超美的。满地。其实我稍微讲一下，要看那个人家有没有来，其实是到阁楼，如果晚上探头出去的话，算是个瞭望台的一个概念。所以你们祖先在这边也住了上百年。对，也上百年了。因为我以前在做保镖，去年才回来这边经营。哦，看得出来这个有习武啊。这样子，如何把一个年轻人的手折断？我们看一下。没有，我把门打开。真的要做吗？来，假设他抓着我们一般做。然后我就再加一刀。其实这是保镖一般把人家嫁出去的一些方法，对，控制他可以很快的。对，控制。然后他们讲求是快速啦。那我们现在到后院去看看，我们家还有个3合院。出发吧！庭院先生就这样子。这个是一个很传统的3合院，你很少看到3合院这么挑高。我印象中，他是不是那个也有在这边取景？哦，朱养成记、辗转红莲、明月照红尘是都在这里。哇，高的地方就高在中间那一排窗户。哦，多了一个窗户。它为的是采光，然后让光线更充足进去。然后我们有看到上面有琉璃瓦，哇，这个在很多乡下的地方哦，如果现在没有人住的话，这个琉璃瓦可能半夜都会被拆掉。啊，你小时候有住过这里吗？我一直住到读军校的时候才离开。哦，就都在这边玩长大这样。大概15岁之后，因为我是预校的。那你小时候这边还很繁荣吗？对，我小时候这边有快2000个学生。我这么多人，这一条街以前叫官道，就是从府城到诸罗必须要最重要的一条道路，官牌才能过巴掌溪。哦。
听说你现在会把这个空间特别整理出来，就是希望可以教一些有课程，对，哎，除了教武术，还办一些艺文活动，茶道、花道、香道，是人家包场来。然后本身是在这边教授保镖课，当然有些保镖课场地我们会外移到别的场地。是，射击啊、车训，我们就会到外我面。也有专门教学哇。然后大哥，既然你说你都有在教学，如果一般女生就柔弱女子遇到这些变态的时候怎么办？那我来稍微讲一下，其实这种擒拿的防身的方式会因人而异。你遇到越高壮，有些东西不对，你看像我们那种大只的不见得怎么办有用。但是我只是讲一些比较有基础性，而且比较容易做到的。假设你今天他是歹徒，我真的我歹徒，我真是变态那一种。那你假设你把我抱住，好，来哦，准备了哦。没有不行的，没有不行了，你从哪里来都会被解掉。但是抱腰，来，我来了 ，OK， 我抱了，好，抱住了。如果你遇到一个蛮壮的男孩子，他可以把女孩子整个抬到半空中。哈，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说教踩脚干嘛？其实你不见得踩得到，真的，或者你往后撞头，嘿，我闪过了。最好的模式就是你被抱的当下，你要等着人下沉，下沉之后用顶开带开，哦然后撞手击，甚至吉他下音，再把整个摔出去。哇，哎，真的有点感觉。我手机没事。喂，你老公已经被抓走了。这样子，一撑开下沉，然后要下沉是不腰是？胯要整个把它拧开，你要拉出这个空对，间，然后身体要位移，因为你如果这样的话，你打不到。是位移就位移敲击，或者撞下或者打下，对，是或者肘击它的那个可以肋骨的地方，就是大力灌下去。哦。因为我也念北体的，我们也有那防身术。你抱住我，你就是有点转身，然后跟他拥抱。对，有时候歹徒这样，这是哪一出？就避免冲突。另外一种的话，有一种模式是你的手没有被抱住，拦住但是这时候我们就要讲，如果女孩子你本身我们现在常带手机，用手机这个去敲她的手。另外一种模式的话，我常鼓励女孩子回到家要把钥匙圈抓在手，在你进入暗巷的时候抓在手上。哇，或者如果没有，不是因为现在常常都换电子锁，你知道？对，怎么办？那就想办法。尽可能身上有什么样的利器或就是放可以。但第一个就是不能慌张啦。对，就算你都没有东西，对方你用你的拳头的那个去攻击他这个地方。我刚刚是不是有听到 Michael Jackson？ 就假，你不弄你难看嘛，你难看。你管对兄，这种就是让他松手。那如果这一种你都不做，比较危险的方式就是走。不要，或者我前面一直反复的做手，或者有一种是直接扳他。对，翻开手指头，5个都扳哦。你搬5个，搬一只，搬5个不好搬。如果女孩子来讲，只抓一根就直接搬下来，就把它压下去。对，或者你抱我，那个慢慢的打开，然后跟他十指交口，然后带他跳一段舞，让他冷静一下。这位同学，我打电话叫你老婆来了。喂，老婆。安全就是远离危险，你尽量不要让歹徒有机会进到暗巷，尽量往我们习惯性会劝人家带一支手电筒，有亮度的地方歹徒比较不会。对，而且手电筒也可以作为防卫的工具，因为我如果从你眼睛照下去，大概几秒看不到，就赶快跑。那上来你可以攻击一下跑，或者赶快跑，因为它会晕眩。我刚刚是没有执照，不然这是强光手。要不然你就这样。真的那个很亮，如果尤其是现在黑暗的时候一照，对啊，防狼喷雾也可以，都是哨子。但是防狼喷雾记得一点，最好不要买雾状的，不要喷到自己。对，因为风大又再摧毁了。准备呢？喷到自己，最好买柱状或胶状。所以拿起来的时候先这样。来，我们现在来演练一个桥段。高木状况1，弱女子，然后从走过来，背后。你说她是弱女子，那哪里弱女子啊？这个明明是桃太郎去山上抓鬼，哎呀，还是上山遇到山猪，遇到台湾黑熊是。
来被熊掌打到了，在暗巷中遭受歹徒攻击。认真的，认真。歹徒尾随，来了，我从这里来了哈。这时候弱女子呢，在暗巷里面走，后面有人尾随，她就在想说，我为什么不快一点？前面就是一个大魔鬼，还好我就是一个色鬼，我来啦！救命啊！你叫破喉咙也没有人听到啊！破喉咙，嗨，为什么抱不太住啊？我是阿里山神木，是不是？这时候教官刚刚有教过，对，先音开，然后中间呢撩音，拜啊！哇，好痛啊！看到，惊一条，进来照啊！这么帅，这么可怕，太可怕了！你放过我，放过我！这个也蛮帅的，很帅。来，进到我们的金鸟呢，就是要体验我们今天的嫁妆一牛车的活动。驾中一牛车来了。里面大概会有那我们现在呢，要来换装喽。哦。哎呦，晴姐，哎呀，哇，都看到你啊！哦，上位朋友来这弄个啥呢？来体验。对，来看我穿啊红哥哥的。哎呦喂啊！卖人道啊！咱家吼有足侪衫裤的服装，拢爱吼来甲查甫拢有哦。都来。安尼好啦，那样剪刀石头布，看见新郎新娘，剪刀石头布啊，我就是新娘啊。新娘你着坐啊好，较会赶紧做阿母，好，坐好正，较会入门得人听。来，新郎新娘左右转，左右转，左右转啦，你是坐伫遮啦，嘿啦，我讲一动，啊你着做一动，啊拜子孙较会出状况，好，来，再来准备咱来献头纱，头纱来甲献起来，互恁赶紧添新丁个大发财，来看卖一个，再来看你水某坐这偌水，不是献地卡啦，献顶管啦，看新娘生着啥款，双脚甲开，好心梦啊一大无啦，金面才够啦。很贵。哎，这你之前才退回不？你较甘愿的啦。嘿啦，安尼我会安尼。好来。来，新娘甲扛起来，互伊赶紧添新丁，佮大发财。今仔准备吼，要来吼敬喜大来红茶，新娘茶吼。哎，喜大准备红包吼，来。啊，就讲好话。讲好话对，啊你递互因，伊就甲伊讲好话，递红包，递后接过去，新娘入门有福气。祝恁家儿天成幸福美满。哎，先生，啊刷你呀！阿帅，你那个上来吃，你点都唔爱过啦。我一定做新娘啊！好啦，讲好话啦。听下各自的你。穿衫免来你啦。来。哦，啊，这摆有你。这个高度啊啦。将景如宾，永远行哦。感谢。祝恁健康和乐，阿爸生贵子。我形容啦。你形容歌吼，我坐咧。你坐一个，咱的水某要甲你敬一个茶。我的龙君，头前杯红茶就完去啊！你无坐这？来，食果子就对啦。对啦，食果子拜树头。啊，你要递一个红包互你水某的。讲好话哦。老婆，我爱你。什么老婆？不好意思，太发自内心了。老婆，我爱你。以后薪水交给你。对啦。你圆满啊？嘿，圆满啊！你使退婚了吗？袂使。爱去设计哦。哎，我跟你讲，游街示众哦。不是，因为吼，伊知影讲伊是大人，知影讲伊生做太水咧，所以讲我无多来用嫁妆嫁较济咧，嫁较济咧，所以讲嫁妆一牛车。安尼有钱就好啊啦，为了鲜花我会使啉的。祝恁哦，子孙满堂。新
像你遮水的新娘啊，做唔免红知影讲你是名门望族的这个查囝咧，你看嫁妆嫁到这澎湃。哎呦，啊，我真正是搭这蓝宝洁女真正的大牛哎。真正，即马较紧来看新娘啊，是哦上牛车，他会经营财宝归厝听啦。哦，咱叫吼，咱遮亲戚朋友来互咱请啦。哎，这个体验真的袂歹。双双对对，开万年富贵。嫁妆一牛车来看新娘啊啦，来互咱请啦。哦，错了。来哦，去行咯。哎呀，有水咯，这个我来这啦。哦，你甲看。感谢，好大了啊！新娘够水啦。这老东西拢伫迄只偷看啦。哎，你看见等于偷看了。啊，这咱李长伯啊，太阳界李长伯啊，见证恁幸福的开始啦。真正是感恩啦。来哦，大家来哦，小姐小出来看新娘哦。尤其台南地区哦，你看嫁妆足澎湃的啦，烫树啦吼，脚踏车啦，吼，啊，搁有吼，这西装啦吼，逐项都拢有就对啦。所以讲吼，早囝啦嫁过来吼，免惊讲吼无好过日子就对啦。乡亲啊，大家来看新娘好唔好？有水无？来，今仔这亲戚朋友来伫遮，咱分一个直接落就好。好啦，来喽。今日人落地，啊，互咱的新郎官较残搁较地，咱食一个这个来，食一顿哦。交岗位。哎，交给你，我一定一生好听。谢谢。妹妹。一批西厢的。到时较早来哦，家人家。哦，等你看多钱？对，好，100有一个啊。那我们甲看卖一下，这新郎唔知有法度来娶某无？你甲考验一下无？考验一下无？我要做考验。为着要考验，讲你有法度，互咱的孝孙会当幸福一世人吼。但无安尼啦，以前吼，到入门去袂使甲叮当着，来啊当我就好。我是等足久的呀。你人无嘛有这？我讲你若抱我会叮当5秒钟5秒钟就好。我甲考验一下体力，所以我会当赶紧。唔通无安尼啦。好啦，你看到我救人对不对？看到伊我救命。对。现在来了，莫看来了。来，拍我。分量啊！有分量啊！有量子的买人补啊，算免。安尼会啦，这个吼查甫人一定会互咱小顺顺哦，会当来幸福一世人啦。欢迎哦！来去行咯，对啦，谢谢。向前行，多行未出名。我要来去在巴打拼。哎呦，不要猛咪汤哦，来，吃糖。来，小丁哦，来哦 ，OK，小心。哦，黄金来了。啊，你不这么补啊！耶！哎，请密切注意，每个礼拜都看。
那我们现在生米煮成熟饭啊。其实清寮这个地方算是一个整卡所在。我的职业本来就是媒人婆，我平常时也是无定定在家。你不是常住在这里没啊？有啦，我今仔真正是为着你来的啦，真的。你看，亲像咱进年头前所食，这讲好做挂电话饭。哦，有就好食啦。较早做事人咧请工人的时候，不是讲工钱的，就是放盘。你今日来甲我斗做我的横的事，人讲话恁咧无用处，我来甲恁斗无用。啊，烧放盘啊，因为咧做事农忙的时阵足无用，所以讲咱就食这个挂电话饭，方便简单。但是讲方便简单，你看足澎湃。对啊，有鱼有肉哦，有鱼有肉，搁有菜价，而且搁足特别，就讲因这个所在吼，这菜含这迄拢家己饲家己种，所以讲你会感觉吃起来有这种妈妈的味道。安心，觉得放心。哎，对，哦，这假料真正好食。所以讲来体验这种农村的生活哦，真的是不一样的一个体验。欢迎大家做伙来佚佗。现在带你来呢，台湾最佳的名牌包，家家户户感觉都会拥有这件事情。看到没有？哎，炸鸡得啊！因为呢，你看后面这个，以前就是用这种令草编 ，OK。然后呢，他们编就是以前这边呢，因为务农啊，是有很多的物产，所以他们的袋子呢必须又背着，或是提着，或是挑着，就是用这种要很耐力的。因为现在全台湾呐，只要有嘎基德亚，不管是哪一个风景区，大概都是从后壁这边出发的。但很多家都是靠这个为生。他们以前家家户户这边几乎呢，妈妈的手艺好一点都在编这个。这多时尚！那现在当然有各式各样的，对，看这个铅笔盒多耐用，大大小小，每个这种小少女们都很喜欢，可以放一些钥匙，三角的，这种呢，因为它的立体的造型可以放很多零钱，真的，我觉得产业就是需要大家的创新，啊，你看，以前就是用这种立场，家家户户，大家围墙边围起来就开始做了。你看有这样的背包，你看，我觉得这是现在是全世界最强的书包，台湾的超级耐用哦，嘎基书包，听到熟悉的声音，顺哥，你好，你好，哎，少年你好，欢迎光临家具工坊，是，这是你们家？哎，这是我们在经营的店，老家妈妈他们也是从事这样的一个行业。对，没有错。其实我们这里不只是冠军米的故乡，更是嘎吉的故乡。哦，哎，这就是较早的嘎吉地啊，三角令草雷泽。是。哦，那我们从这2张照片可以看得到，较早还没有塑胶袋那个年代，最普遍的购物袋，对，人手一卡嘎吉。是，对，然后再来，我们这里是全台湾最大的大本营，家家户户弄的做。随着时代的一个改变，慢慢的被这样红蓝绿的袋子取代了。特别为什么会选红蓝绿？我听我们这边老一辈的讲哈，因为这是原色嘛，它不用再调，最简单了。对，以前就是最普遍的购物袋，转换成塑胶以后，也维持我们后壁供应到全台湾去。那以前只是在做农业用途，山顶板球板跌顺海滨采海带，坚固又耐用。它又防水，对，又防热。那10几年前，我们社区找到这样的元素，我们都请了老师教授来重新设计，所以才有这么多的包包。这个产业现在在台湾多大？大不敢讲了。我看你的食指，我就知道。你看。干啦，剩皮剩个手碰，没啦，这个辛苦钱呐，因为我们都是手工做的，其实产量也非常有限。是，那我们一开始勉励我们的妈妈说，为什么人家 LV 可以卖3万5万，我们卖300、500？我们要做好品质的，精致一点，好好去行销哦。真的，那所以说。现在游客从我们这边过去都会讲，台湾的 LV 啦，我们这一间就是创始店，我们这一间是旗舰店。台湾的特色，我们可以买东西吗？我们这边的东西种类非常多，随便你挑，大的小的通通有哈。不止这样子，我们还有客制化哦。知道我们顺哥跟威廉要来哈。特别为我们节目制造一个少年出发吧，来送给我们2位年轻的少年家啦哈。这个放在车上啊，或者什么随身拿，而且它最棒就是我就很喜欢它可以折起来，又柔软，真的是大家的居家的好朋友呢。可是我们的东西有一个缺点，什么缺点？用不坏是我们的缺点。第二个缺点。
太便宜。是在这里是原产地，对这里种类最多，价钱最便宜，通通比我价。好，今天感谢，今天抓狂了，今天要大买了。来，对，这个我们已经买了哈，啊，你们拍你们的哈，今天要带一堆回去。我都找不到我要的 size， 原来这里是有定制。很多人呢在名牌店迷失了，我在台湾 LV 里面迷失了。我们刚是不是从山下到山上？对啊，这里将近有100甲的土地。 100甲是超过一个乡镇的吧？尖山皮，是，这是水库，是尖山皮水库，早期是提供那个西营糖厂制糖用水的水库，然后我们有很美很漂亮的白甲山水，我们现在是结合我们的这个会议是，还有住宿，还有休闲的这个度假村啊。有3种不同的房型，那包括我们现在在的位置这个会馆有70间，还有我们的这个木屋区26间。 那还有我们最高贵、最美的湖上小屋，这种的 villa 有6间。近年来呢，我们是朝向我们这个生态旅游、环境教育设施场所，有没有听过？这个很厉害，还有这种专业，对，还有环保旅馆，环保旅馆，对，这叫环保双认证。除了这些还有这个休闲的设施我们有7弹场。听说还有什么飞靶可以处理吗？定靶跟飞靶是。那明天我们就请那个嘉勤先让镜头定一下坐标，因为它比较小只，我们比较不容易打到它，所以我们明天要让它换上迷彩。对。然后这边有画一圈一圈，然后红心。 我们水域有这个游船，有独木舟，游完了以后是回到我们这个2楼有无边际的游泳池，可以一览整个这个湖面的风光，非常的漂亮。每一集都听到了美食的部分，对，跟我们晚餐早餐厉害吗？相当的厉害。对，我先跟他跑慢一下，因为一般的如果说谎的那个心跳比较快。他没有说谎，只是手脚冰冷而已啊。 我们有低碳餐饮的认证，我们有中餐厅跟西餐厅使用我们台糖的有机米跟安心豚，还有在地的食材。他的追求就是那种碳足迹能够越少越好。他们有大的会议厅，容纳350个人的宴会厅，这么大，欢迎大家可以来。你要那个提早半年来预约才能够。半年哦，但认识你会不会比较快一点？小顺就是 VIP 了。OK， 好，半年之后的第一天就是你。 阿兰斯你好，你好。但是呢，从他的这个外相看起来，应该是科学家。几岁开始从游？我18岁高中毕业之后就开始出来学厨艺。是小时候就很喜欢吃吗？还是说这完全是有兴趣？有兴趣，对，吃也是，我也喜欢到处去吃的。这个是拜师学艺还是什么？其实是因为我父亲的战友，早期是在台北的做餐具的，然后也认识做餐具，我也做餐具，但是他认识餐厅里面的跟老师傅，然后觉得这家餐厅很好，他就把你托付给他。 我们以前吃不起这个叫笋壳鱼，这个很贵，巴吉辣美拜啊，巴吉那么它号称天下第一鱼。以前的皇室才吃这个，我以为你们家族有在御厨里面帮忙过。没有了，哇哦，没有机会。是不是嫩？很嫩。 它有一点点石斑细的那种口感，是它的纤维是比较短一点，吃起来就比较肉淡的甜味，弹一点点，它带有一点点胶质感。那淡水鱼里面肉质算是非常好的。对，那它在这个尖山皮有吗？有，其实现在它已经算是入侵的外来鱼种，早期是引进的那种养殖鱼种，主要就是因为它的肉质非常的好吃，鲜甜又没有土腥味，然后因为它成长时间会稍微长一点，导致它的肉质培养起来就会非常的肥美式。因为它就是感觉是有肌肉弹性，那平常的一些鱼种它比较绵口，它会有点弹性又不会柴。我跟大家报告一下，一般你如果吃到新鲜的石斑鱼，它就是这种 Q 弹的有肌肉感的，对，哇，可香。你这一次就第一道吃笋壳就太香了。这个是我们的慈溪臭豆腐。我们今天真是来吃到御厨了，真的，很有臭豆腐的感觉。是，那是臭豆腐。慈溪喜欢吃的臭豆腐其实是腐乳类，但是因为我们国内这个拿来炒比较适合。
所以我们用台式臭豆腐的感觉去回溯，然后去做出这一道菜的。它这个酸甜是来自旁边有番茄，它里面的是我们特调的酱汁，是不是泡菜的感觉？对，有泡菜的感觉。这泡菜是有那个酸甜口，是我们腌制过的，都是我们自己腌制，然后自己去做炒制的动作。那臭豆腐已经太迷人了。这个金沙苦瓜，它是用山苦瓜，对不对？对，您可以尝一尝，这也算是我们这边的特色菜。我觉得最棒的是它让山苦瓜的水分去锁在里面。苦瓜这个你用那个金沙裹下去，其实那个苦度没什么出来，不会有太重的苦味，对，淡淡的腥味这样。正常台式的做法会先把苦瓜心里面那个膜削掉，它会影响口感。但我们是用酥炸的，我们保留那个会有一点口感。对，哎，真的好吃！你看这个刷嘴，这道菜相当的适合配饭下酒。对，就是这道麻花鸡球堡，这是从广东的泽泽鸡球堡改良过来的，就是变换一点调味。我们是用青花椒，因为冬天到了，吃点青花椒可以暖身子，而且可以促进新陈代谢。那个泽泽从哪来的吗？啧啧称奇吗？对对对。哦，吃了会让你刷嘴那种。雅米。有没有听过牛吃饭是这样做声音？你没有看到吗？今天我有个朋友属狗，他吃饭是，你是看到他就是他痒，这个皮还保持它很新鲜的状态啊，那又不油，感觉稍微我们都是健康取向，所以会把大部分油都去掉。感觉微微还干边还煎过，所以它的皮还带一点脆口的感觉，但最重要里面的那个嫩度都还保留了。对，这道菜不能炒过头，鸡肉的汤汁就会跑掉。这是我们松板的，这是有履历认证，然后是我们台糖作品一条龙的，从选育、培育到屠宰，所以肉质是哇，这个相当不错，好嫩哦。这怎么会嫩成这样子？对啊，是因为我们有腌制过，然后切的会稍微薄一点，就不会有那么韧。那有味噌去做吗？不是，这是我们用苦茶油去做，这是健康取向，有汤汁的，更嫩。你知道那个我们待会就要抢了。这道菜好吃都不得了。是不是有汤汁的更猛？炒过的那个汤汁到底下，那个锅气就在里面，对，更香。是太美了。这道厉害了，这个看起来就是哇，它既有那个传统的那个好看，里面那个料呢，各种高级的。你看，我看到海参，哇，跟传统型跟那个佛跳墙感觉又不太一样。传统型的佛跳墙的话，海鲜的比例会比较重一点，但对现代人来说就是太健康了，太健康了。没有，我要不要帮你？您来，您先。你天天在吃，我是怕你。就是还是都要试菜，对不对？对，就是出餐的时候会试一下。那好吃会多吃2口吗？倒不会。哎，我觉得你们的佛跳刚刚好，味道的足，但是它那个咸度没有拉太高，只留了它的厚度跟它的鲜度。这个汤是清的，这是我们陈总的 idea。他说我们一般吃佛跳墙都是非常浓厚的味道，对，虽然好吃，但是负担也重，对，所以他改了比较清爽的做法，就是加大我们青菜的量，把那浓厚味转变成那种鲜甜味，好美，非常感谢阿南姐，她第一次送给了我们，她第你以一次上前都没有镜，接受过访问？没有，对外这种节目真的没有。你放心好了，我们这段会剪掉。你可以保留你每一次的第一次。我已经不会忘记了。好。我们来找一个陈教练哦，期待，教练好。嘉晴，衣服换好了没有？对，嘉晴。不是今天要当猎物吗？哦，没有。一般如果就有很多年轻人来，他们是可以怎么样的一个？我们这边有6个人以上，他就可以对抗，穿迷彩服，然后戴面罩，然后我们带到另外一个战场。OK， 那今天我们要玩哪个游戏？那今天我们只有2个人而已，我们就你队长来练习一下。小顺平常以前打靶的那个状况如何？我们宪兵部队立姿、跪姿、卧姿各种姿势，是你都要把你的枪呢定到很好的位置，算神枪手。那我们就来测试一下，这里面有10颗子弹，然后你就打4个盘子，不能重复哦。
好，那我们就试一下。因为它这个是气弹枪，跟你的步枪不太一样，就是你不用顶尖窝，这2个点放在2颗眼球正中间。中了。哎呦！这样还行哈。对，可以。辉哥，你要不要试一下你的？对。哎呦，一发就中了。第一点，有了。来，右边一点，再收过来。枪还是老的辣。Are you ready? Yeah. 35发装子弹。就看谁打到最多个靶。16个靶。OK。所以呢，你每个靶有两发的机会。前线预备，右线预备，开保险，开始射击 ，Go。下面一点。你打铁条打得蛮准。好，第一个。下面一点，有了2个。在左边，有了。上面一点，有了。现在打到隔壁，左边，有了。好，没了，没子弹了。 7个，人家是西点助教，你是西点面包。好，来，各位同学。 没有，我觉得子弹好像比较多哦。没有，有吧？教练，你把我那个子弹装满。好。你继续，你假装。我现在教练说，刚刚把我的弹夹都全部一装满，所以他没有弹了，我还有一堆。对，教练说对。我好奇怪，我觉得那个准度大概差不了太多哦。你怎么奇怪？你的子弹怎么永远用不完的感觉？你现在该不会还有吧？还有啊。 哦，其实原来不是只有美景而已，还有这种对呀机的感觉。起身，定准，谢谢你们，谢谢教练，谢谢。 2位有没有感觉一秒来日本的感觉？有，氛围感太强了。主要是因为呢，我们柳营尖山皮度假村早期是由日本人建造的，民国27年的时候建造了这个尖山皮水库，是，所以说在园区里面呢，还保有很多的这个日式遗迹。除了说有鸟居，我们还特别营造一个幸福步道，有没有感觉它是日式宫灯的感觉？上面还有伞，还有油纸伞，日式和伞。我们的宫灯上面是用猫头鹰图案，因为呢，我们园区包含有很好的一个生态环境，因为我们这里是水库跟我们水山的交汇处，有山与水的融合，所以有非常多的生态动物都会来这边栖息，都会来这边喝水，所以我们这边会有猫头鹰，还会有石蟹獴，还有大刺物鼠，像是飞鼠。真的，为什么会幸福？你知道吗？2个人要牵手才能爬上人生的一个步道。我们要3人行。好，来，走。我好像被爸爸牵手啊。哇，还有这么可爱的游园车哦！真的，园区里面特别注重我们的空气品质，我们使用这个游园车都使用太阳能，所以这边是没有空气污染，所以来保持这个地方的空气的品质。对。我们看到中间那是一块小岛吗？这个是尖山皮水库的风景。水库中央有一座岛屿，那这个叫做爱情岛。因为我们如果从鸟瞰空拍的话，它是有一个保护一个爱心的形状，而且这边也有一些爱情故事。以前有一个老兵，他来到这边就跟当地的一个阿芬私奔，之后就定居在这里，一直到水库在做改建新建的时候才迁走。所以他以前住在这里的一个遗迹。泡卡楚都还在这个湖畔可以看得到，真的哦。这个水库呢，它是在民国92年转型为度假村。在92年之前呢，它是作为经营糖厂灌溉用水的一个水库。
所以这一块水域呢，就是我们度假村的最美丽的风景啊，心情整个舒爽了起来。没想到有这么一块这么漂亮的地方。我们到我们的醉月小楼了，开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太美了吧！光进来这个空间，其实昨天的暗蒙蒙了，对，睡完之后你也不知道，真的。噔噔噔噔，哎，哇！来，你看，你先看看这个景色，是不是玉树临风了？你看现在的湖光山色，对啊，而且呢有红酒，它红酒是免费提供，免费的哦。对，这有一个吧台，以及我们这个 king size 的床。哎，帮我拉一下，不好意思，帮我。对，这昨天有人激战过的。没有。然后最重要后面有个汤匙，你晚上在这边泡汤，然后享受的时候，那么那个门可以出去，然后在外面呢，你可以这边很chill的，对，泡个茶，然后呢一整天可以在里面待个3天2夜。我带你去看那个阳台，这个晚上坐在这边真的是哇，真的是爽到极点，舒服到不得了。这个应该是算是全台湾最便宜的 villa 了吧？因为以 villa 来说，基本上都要上万块，要2、3万都不止。哦，我们在检查学校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有个女同学，因为当时挡的是3把手枪，是，然后前面的同学已经打完了，然后他就说啊，装子弹，好来卡进去，然后呢拿起来，没有声音，突然转过来，因为后面全部不是宪兵就是海军陆战队退伍的同学，他就说教官，所有人趴下去，你就看到后面所有人哦，没有一个人，太危险了，然后一直骂他。那现在你有没有看到两边全部都是蚵壳？对，他们放了好多蚵壳哦。这个地方呢叫芦竹沟，算是在地呢很重要一个蚵田，算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经济作物，对不对？这里虽然只有200多人啊，但是他们有100多艘船，听起来比摩托车还多啊。现在呢，我们正是前往要去找一位很厉害的养蚵达人，号称就是科学家啊。对。你看家户户，哇，他们感觉是应该已经用这个来去盖房子了。因为以前呢，蚵壳是有很多经济价值的。对，它有什么孤老石啊、角豆灰啊。那你在金门的话哦，把它烧成酒灰，直接就可以使用了哈。听说还用蚵壳让房子会呼吸耶。很好。嗨，你好。哦，就这里。哦，还有他们正在那个辣汤啊，辣汤那个蚵壳呢，因为要穿那个线，对。阿仁哥在吗？阿仁哥，仁哥，顺哥，威廉，你好。现在我们看起来像锤科达人。南京麦，这是什么工序？大姐现在在做的就是把蚵壳整理成一个一个的那个蚵壳。大概在这个季节，我们会把那个蚵创放到海里面，让它蚵苗来附着在上面。哦，是这样哦。所以我们这算是鹅啊的家，蚵苗的家，所以我们要把它整理干净。像它上面会有一些附着物，我们就要用刀子把它整理干净一点。哦，再利用就对了。我这样子看，你家家户户养蚵是不是？像我们芦竹沟渔村，现在大概还有7到8成的居民还是投入在捕鱼养殖，年轻人还是都在故乡这边。就是我们到是什么彰化红宫那边的鹅，这边其实也很厉害。我们这里的鹅啊也是平化式的养殖的，血液的平常涨潮的时候，鹅啊它是吃海水的，然后退潮的时候，鹅啊它是会晒阳光，所以我们鹅啊1天只有半天才在进食哦。等于这边不算是在海里面养，它是等于就是都在我们算是在细湖里面养，但养在内海，它其实有一个屏障的保护，所以它牡蛎成长会比较好一点。对，有比较大只。你看大姐呢正在处理的，你今天呢你不够强韧的，你就会剁去变垃圾。对，壳硬一点的哈，你可以继续呢传宗接代。那我现在看这壳够不够硬？这个很硬哦，很硬哦。当然有在保养。
现在这大姐在做的就是炒鹅卡啦。那我们刚刚把可可整理好以后，我们会在可可中间打一个洞，就是为了我们要把它绑到那个科绳上面。我们以前小时候啊，那炒起浪工钱10块，1浪10块啊，反正还那炒起浪10块。但是至少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赚钱呐。对啊，啊，你没有外出啊？我曾经外出，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用不一样的方式在推广家乡的这样子的一个产业。你之前是跑去哪里？以前退伍的时候就在那个台南科学园区工作，那不是还蛮不错的。那个时候遇到金融风暴，那个整个大环境不好，又回到家里来帮忙。毕竟这个还是我们从小做到大的，所以会比较熟悉的产业。是，哎，这样10块，我已经快要赚到2毛了呢。你怎么知道那个鹅啊有产苗了？通常都是因为东北季风来，然后在成长的鹅啊，它会去排精排卵，它会在细腐里面形成那个受精卵。在冬至前后就会把空的壳串放到那个细腐里面，然后让科苗来住在这个。它自动会跑过去。它也不是只有会附着在这个母壳，像那个石头它也会附着在石头。它可是科农会去用人工的方式去把它照顾得很好，那就比较容易成长长大。是，所以如果是在那个季节的话，你在那边游泳喝到海水，可能就喝到很多科农小宝宝。对。来，绑可可，它有特别的什么样手法吗？一个比一个7的距离，把它固定好。这样子，你也是从小做这些做到大？对，从幼稚园是家家户户大家都认识。幼稚园对，都认识，不比隔壁都满。你们会不会这边有很多前男女朋友？也是有啊，也是有。你以前跟哪一家的？经过几次？没有。这个同学的妈妈是娘家也是在同一个村庄。如果那个爸爸妈妈吵架的时候，要回娘家。而且他们这个吵架，对啊，应该是触鼻头背大概拢知。那一串要绑几个？一边是7个。我们会先折一半，然后一半是7个，另外一半是7个。啊，现在这个动作是这一边已经做完成，绑好了，然后就会做另外一边。然后你看他专业的手法，7的距离 ，OK。然后我们右手就拉这个绳子，然后从后面绕一圈。这个圈没有，要套到它。对，很棒。要套到它嘞。对。它会有咔一声，它就比较紧，因为毕竟它要放到海里面1年，它在晃动的时候，科苗就会掉到海里面去。现在工钱1条2.5，绑14个。绑14个2.5。对，要打工吗？认真绑要认真绑哦，我是实心没，至少可以买一个便当嘛。歪哥，对，我们还是在演艺圈好好的做吧。保留这一个距离是让科苗附着以后它成长的一个空间，比较不会互相挤压。不然有时候太挤的话，它就会被挤掉到那个海里面。对，因为它下去还会再增生呢。对。哎呀，真的没那么容易，真的。这样是对的吧？没有，这样不对，你要把它绕过去，小心手。那个施力点哦，不对，它这根绑不起来。这要从小做到大才顺手了。对，这个线要在后面。线要在后面。对。哦，能抓到哦。对，抓到诀窍了。你还有2个。绑科串绑的差不多，也退潮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那我们看一下。刚好退潮科棚比较浅，所以我们那个马达是够不下去，有点搁浅了。修当了呀！我们要再下来一个。那我们下来好了。下来你也可以动吗？不会吧？来，我来超艇。来，这样可以了。哎呦，指挥艇出发！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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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科棚小飞侠，科棚小飞侠，哇，满满的哈！啊，这个挂要挂1年哦，刚好满1年，现在可以收成了。那所以我们现在要准备要来采，要怎么采？我们采科的时候，我们通常就是以往会用镰刀啊，我们也有时候也会用手，因为现在已经退到比较底一点，所以我们就会2边一起拆，然后就把它收成起来。好，我们不是只装了一个壳，那怎么自己他们就多了那么多出来？它一个母壳可以附着大概40-50个鹅啊在上面，真的，它就会长成像葡萄这样子一整串的鹅。
真的很不容易。对啊，因为咸泰鱼有点重量，这样一串多重啊？这样10几斤有10几斤哦。但是去掉壳，真正的那个肉有多少？一条大概会有1斤的壳肉，这样大概2斤的壳肉。 2斤壳肉价钱大概多少？如果现在市价的话，大概500块。这看上去这里还不少钱呢。这是1年的，对，总收入，对啊，要看天吃饭。这个其实如果洗一洗，现场就可以开来吃了，对不对？如果有生食习惯，我们是可以这样很捞啊，然后就来，单提一下来，单提一下。它这个1年大概是多大？哇，你看那个手法，一般你要会比较咸一点，因为它刚刚海水，对不对？好鲜甜哦，好肥美哦。我吃小一颗，你看它刚刚它的那个肉还粘在那旁边。咸，海水的啊，海水的啦，哎呀。像这种鹅啊，它其实互相推挤，它比较不会成长的那么快速这样，所以我们会把它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单体牡蛎，它就比较容易快速的成长，大概是手掌大的一个单体牡蛎。哇，这个比较肥啊！现在好鲜甜。壳现在再利用，它可以做成衣服啊，做成那个鞋子，或是一些建材。比较大的用途是那个把它回收去磨成粉，然后加入那个鸡鸭饲料里面，它的蛋会比较硬一点点，比较硬一点点。这应该下面是壳吧？对，你有踩到像石头。对啊，那是鹅啊。那是壳。刚撒下去的鹅，你要站上来，这边比较硬的。好，没关系，好。刚刚呢，我们在那个壳串上面已经取下一些，对，现在到了壳田。哇，真的大颗哎，其实都可以生吃啊。它真的是鹅啊。我们撒了以后，它其实一颗一颗的状态，它长得会比较好一点。像刚刚采收完，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脱落，跟我们会把一些比较密集的把它分解成几粒安呢，再把它撒在这个壳田上面，它就会成长的比较好。给我2颗，来，这个把它开了，来给它丢。它大概会长多大？放到第2年、第3年，它还可以长到手掌的大小。你是说这个吧？这个大概是养到3年的。可不可以开来吃看看？可以啊。如果不怕咸，是不是？吃下去够大，这个够大。你继续丢，拿得到吗？来，给我一点。为了生蚝有没有？为了生蚝。你怎么走那么快啊？这是它的地盘。来，开一下。小志，你要来一口啊！哇塞，第一次在海边。所以你们这边的人应该大家都很会生哦。有结婚的弄谁归来？今内哈，你看这个是有根据的，这有大数据，200-300个人。一口把它吞进去，我们的鹅啊，它其实是可以咬的，它不会有腥味。然后你刚吃下去会很咸，可是它后面会回甘了，会回甘。这种是真的是顶级型的那种鹅啊，它会带有奶味，然后再加上说它会有那个脆感，新鲜的才会有这种脆度。它后面中间开始挤下去的时候，哇，鲜甜味都来了，太浓郁了。我们刚好也可以采一些我们回去的时候啊，然后用烧烤的方式，它可以呈现不一样。可以哦。来，我们要挑几个大的。烧烤过它有不一样的风味，它可以。现在还很烫哦。来这边有那个，先吃一下。来，哦，这个鲜度更明显。来，这一颗更肥。哇，这好肥。如果觉得比较咸一点，会建议加一点点柠檬。会挤一点点。它的那个身上本身还是有很多的海水的那个鲜味，这个不得了，会不会？老四，你别老是害我。这个太肥了吧？那非你莫属。这个要让它再收一点点。
哦，各位同学，有没有？他有看到那个很明显的干贝的感觉。对，老板，我可以吃8分熟的吗？熟一点。这个大概是最熟的啊，这个会吃的跟刚刚那个口感完全不一样，会把它的精华全部浓缩在鹅啊里面。那你们这边应该3餐都在吃鹅啊，对不对？没有，因为我们其实供不应求。太棒了，太美味了。因为我们很在乎凯哥一个幸福啊。来，真的。哎呦喂，哎呦，可以。哇，太美妙了。我们这一组最可人的地方，就是一视同仁。对。然后呢，姚家燕。啊，姚家燕，你看它真的是柠檬加的时候，那个鲜味会比较更出来，会把它的鲜味提出来。哎呦，突然忘了，因为我刚刚在吃的时候，姚家燕明显一直在吞口水。对啊，嘉晴要不要？来，嘉一清。那你告诉我们下一段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还有一个花馆。嘉晴，我们下一段去哪里？今天我们是直送海鲜，老板介绍一个我们。先给你们。哦。全台湾只有在我们卢竹沟吃得到一个鹅安蛙粿的这样子的一个料理，今天刚好有制作，直接可以挖过来吃吗？我完全不用加酱就可以吃得到它的。是，啊，你可以帮我拿出来，因为好烫哦。很烫。这个是你们这里特殊自己这做吗？我们这边家家户户都会做啊，通常往年都是拜拜的时候会做，它现在就是变成一个家乡味。哇塞！它用了我们通常都是放凉再吃啊，可是吃热的有它不一样的一个口感，因为凉会比较 Q 啊，会比较 Q 弹。这个米香好棒。对，我们这个米都是昨天晚上就泡龟亚梅那个，把它泡软，然后早上去磨成浆的，超好吃，因为它有一点点。类似像甜馍的感觉，有没有？一点点这种味道香味。然后你说那个米味，它真的是很香哎，因为有时候如果你那个米好像不够香的话，你感受不到。虽然说你已经有鹅啊跟油葱了，但是完全没有取代它的米香。有够好吃的。它里面还有肉燥，有肉燥、香菇，然后肉末，主体是红葱头跟鹅啊。太好吃了！我们都希望说大家可以走到地方上来，而不是我们走出去这样。所以我们用美食吸引大家来到这个地方，大家一起来品尝，学习到一些科的知识。谢谢仁哥，谢谢。其实，在我们北门这里，我们有一个推荐的一个店家，这个老板他也是很早就回来，在北门这边经营一个餐厅民宿，然后也推荐大家有机会可以到这边去吃。酒楼台会不会？酒楼台会不会是那里？其实，在我们北门这里，我们有一个推荐的一个店家，这个老板他也是很早就回来，在北门这边经营一个餐厅民宿。洪老板听说呢，以前也是志在四方，是一个思乡情切就回家了。因为在这里出生长大，后来发觉到这里都人口外移，那时候就跟妈妈回来这边，想说简单开个餐厅，慢慢的一步一脚印这样子，到今天这个风味餐这样子。OK， 人家门口很多那种酒寮圆圆的，对，那个是我曾经的收藏品之一。是哦，但是我只有一个。我这边有50-60个。师兄你好，他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啊？这是澎湖的玄武岩盐田用的，因为弄平之后它才可以刮盐。对，盐田要把它平，才不会卡住。是有相关产业吗？还是怎么？这边主要都是养殖虱目鱼，还有盐业这样子。那你有在推广的对？回来的时候就想说没有景点，就跟地方政府提计划，然后盐田做好了之后，开始到这20-30年来，慢慢的、渐渐的大小知名度，国际客也越来越多了。好，在地的秋楼菜，不吃不行的。是，那我们就上桌喽。OK，谢谢。山珍海味啦，真的，光是用眼睛吃都快挂了。听说以前你刚回来的时候，只有很简单的咖啡简餐小火锅啦，但是妈妈出手了，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客人来发觉到说妈妈的厨艺不错，为什么不把妈妈的家常菜端上？他们怎么会知道妈妈手艺不错？是妈妈以前我的朋友来的时候，我来讲，来啊，我会煮给他吃啊。那今天这几道都是妈妈最厉害拿手的。对，其实这个小时候我是煮给小朋友吃的，小朋友吃啊，我就是有那个家常菜的味道。就是有一个阿婆来吃，我食到然后更甜起哦，伊讲，哎呀，他是安那他拢唔食，伊讲看到我的菜单就想到他的妈妈。别人的阿姑那是情，西米露，我的伟哥啊，是个乌青。哦，来，
肉比较好吃哦，哈。上面还撒那个是油葱酥吗？对，油葱酥，油葱酥是我们这边的那个产业之一啊。哦，真的哦。因为我家有迄个蒜头啊，跟迄个葱头，咸地整起来特别好吃。虽然蚵仔较细粒，但是它的口感会比较好。很好吃哎，真的那个它那个咸味来得好天然的，对，很天然，感觉好像是鹅啊的咸味直接下去。上次我们不是聊过鲜味哦？为什么那个海鲜的面线最好吃？因为呢，海风是一首歌，那面线只是吉他上面的弦，当它吹过之后，就可以弹奏出这么 Q 弹的一个声音出来。真的，它看起来烤红粿，白白的，然后感觉味道上它非常非常的足，提味。我待会要吃3碗。郑哥喜欢吃香肠，我妈妈觉得你俩讲话蛮好。酥米香肠，你吃吃看有没有像欧一根？比那个好吃哦。比那好吃。欧一根是比较脆的，它有那个口感。炒的哈。炒的，用炸的会比较硬。跟边边好像有点带焦的香气。对。然后它在边边再裹一点点糖提味的感觉。跟我讲了。上次我是看到我老婆有点娇气，娇嗔呐，哎呐，它那个皮蛋有什么厉害的？主要是它盐巴把它盐焗，把它焖熟了，就不会有皮蛋那个液态的现象。再下去把它卤2、3个小时，就是这个口味了，算是很厉害的。所以比较不会有那个腥，对，没有皮蛋的腥味。阿妈哥哥啊，一般外国人他们其实还蛮敢尝试的。我们这里外籍旅客蛮多，他们吃过之后都 very good。外面有点比较 Q，会有溏心的那种感觉。哇，这个好吃也是好吃，难怪大家慕名而来。这个是煎蒸木也是我们这边的特色主角了。哇，你看这安尼皮煎个恰恰哈。啊，主要这种没鱼鳍都没。哦，处理好了。无醋的哦，无醋石目鱼哦。这个无参透的啊。无刺。无刺。我调刚在哪里没看到啦？我知啦。对，而且沙巴鱼，阮家个主要是它油。哦，那油脂比较多。对啊，这冬天我们这边也有一个那个在晒鱼干，其实全村都有在晒的。可是以前大家在晒鱼干的时候就是拍泥当，因为卖不出去。个鱼啊边苦还流来。哦。大家现在看到人家晒鱼干都觉得哦好开心好兴奋，是那种以前那种无奈。我小时候就是真的是大概对，那脸都很臭，你知道？我要没看的呀。我在煎的时阵都要有 SOP 呢。是哦。不是做简单安尼煎的。因为我刚刚吃到的是它的那个油脂就比较多，看外面有，其实里面都没有。对，我是讲伊这鱼啊，食起来然后油脂比较多。因为他伊准备做这个时，伊就老讲，你看外口的餐厅，大家都用吹，伊吹一个吹8只、吹10只，咱一只煎，咱安尼做一定做会起来。因为做少餐厅要一只煎红只。哎，我跟你讲，鱼肚，石目鱼就是那个鱼肚的油香啊。这一只石目鱼就想到我们的赖总统，他为了这一只鱼来吃。5次，你让我在记啊。有啊，我知影啦。伊拢有相片，拢有时间哇。无啊，伊个迄衫啊拢穿无共的。你讲看咩？嘿，真的。啊，无要讲讲无。袂啊，无注意。无啦，以前做市长的时拢常常来家办活动啊，阮有一寡活动计划带写的时候，他都会来帮忙我们支持这样。真的是不是？加下去哦。西瓜棉的吗？对，超级喜欢这种的。你们要出去比赛，那个市长都拿我们这个去展览。以前我们村子都没有人在做，然后后来餐厅开始做之后，规整开始大家都在北西龟米。味道有古早味道。对，就是而且这种只有我们云嘉南这边的一些瓜做西瓜棉，花莲啊那边就比较没有，沙地的比较。这个完全进入到那种酸菜白肉锅了。对，可以煮那个哦。对，完全哦，那个酸度。这个有1包1包可以卖。有，等一下我送你。你送我就欠消费者要来还你。啊，真的不会。哇，这个有够好喝，有够。这个煮鱼汤还是煮那个排骨都很棒。排骨、鸡肉啦，碗啊，鱼丸可以。哦，太厉害了。 Q 人哦，好好吃，好好喝，真的。以前有回甘的那种力道是很大的。我大刚在叫你讲干，我想要讲话嘛。你讲，卖讲阮占款啊，领导。其实，那你妈妈一开始看她这样做小火锅，你没有阻止她说啊不，我不啦，我是甲讲哦，你若要吸引人来哦。因为我不会煮，都是妈妈。我大行伊足认真的哦，我咧甲教的时候，伊拢笔记起来。伊讲妈妈有一天无伫的，伊袂记一日啦。 哎，这个鱼哇，好吃，太厉害了！
大家若食哦，所以拢说巴肚我看了，太好吃了。嘿，真的呀，拢觉得吃好想饱。啊，下一次要再来这里吃饭，还有很多菜啦。怎么办呢？今天也特别好吃的。我来收掉吼，我们叫你哦。我今日你来，拢给你收啊。星期四公休。我叫你们来的时候特别给你煮啊。来，下来来，出发啦！我带你们去我们这里的盐田，听说是一个全台最古老的。对，其实我们这个村子以前都是在晒盐。以前晒盐的话，应该算是经济收入不错吗？我们是算是台盐公司聘请的员工，对，有收入才那个以斤论价，就是你有收才有钱，没有收就没有钱。哦，也很辛苦啦，因为其实是靠天吃饭，雨林哈。啊，以前是国营的啊，你再怎么盐再怎么多也是国家赚的。然后我们这个村子目前剩下才20几户人家而已。你虽然看这样没有什么人，可是呢，这里已经变成一个国际知名景点了哦。所以也是靠你回来之后，然后大家乡亲们的彼此的力量，对不对？对啊，差不多20-30年了吧，讲着讲着就到了哦。嘿，这边是我们的主要供奉的兴安宫，然后盐田在这边了。哦，这里非常非常的有名，我知道这里很漂亮。对。猪母庙大圣爷，镇守海边上出名，看公狗过盐埕，贼仔钓囝叫阿娘。哦。哎，以前会有人偷拿盐巴念那个喝足小偷。我嘛是有人来讨地一样。哎呀，这就是我家在地我小时候的故事啦。刚刚呢，沿途呢听到呢有志哥说哈，其实它分成4大步骤，用它的那个落差，海水慢慢流进来。在我们身后方呢，这边就是大蒸发池，哎，然后小蒸发池，这算小的，对，小的，然后再到一般游客他们在玩的这个叫结晶池。结晶池，大部分晒盐是夏天比较没有在工作，对，因为夏天常下雨，晒盐最怕就是下雨。反而是像现在这个季节，就是开始在晒盐。东北季风强的时候，我们开始晒了，差不多20天左右吧。20天左右不下雨，它的那个盐分才够，是不是？对，一般是海水浓度3度到5度，要晒到收盐要到25度。哇，不容易。哎，老板娘你好，你好你好。你正在检查什么？我再看一下我们的盐卤，它现在的质地怎么样？看看我们现在瓦盘已经有没有筛出盐了。听说盐还有很多的种类，功效也不太一样。金仔角瓦盘盐田，我们1年可以生产150吨的盐，很多呢，很多。但是比起一般电子离析法的方式去，1天就可以生产150吨。哇！但是加上前阵子凯米台风把整个盐田都破坏了，所以其实今年产量势必比较少一些。150吨是这个粗盐吗？对，其中盐花只占了1吨。盐花是什么意思？盐花就是我们浮在卤水的表面上的那一层。今天有一点点，大家今天很幸运，等一下可以带你们去看。不是天天看得到的，不是天天看得到，而且只有冬天跟春天看得到。其实晒盐有几个条件，水地风光，因为烤烘也是一个。对。盐来自大海，对，所以第一点，我们晒盐的条件，第一个就要离海边近，因为大海是大地之母，地球之母，所以母亲孕育的最珍贵的盐出来给我们，所以一定就是要离大海近，才能把水引进来。对，第一你要有广大的土地，像瓦盘盐田这边有16公顷的土地，透过大蒸发池、小蒸发池盐卤，跟着98个的盐格，太严格了，没错，太严格了，严格，这些盐田我们才能晒出这些盐。是。那现在进入到最后阶段了。对，今天很幸运哦，今天有一点点带你们来看一下。那盐花跟一般的盐的差别在哪边？对，怎么看？盐花的钠含量很低，矿物质成分非常的高，所以入口即化，吃起来脆脆的，上面这一层薄薄的，你这样轻轻的碰，它好像冰哦，那种浮冰。对，像那种浮冰，我们那种水放到冷冻库里面会有一层，这样的一层它就是盐花。所以其实要看盐花不用到法国，台湾就有很珍贵的盐之花。没有很咸呢，比我喝到海水还淡一点点，而且还会回甘。听说还没开始。我还不敢吐口水，太咸我怕影响到这里的产量，我只能全部吃下去。威哥，在未来的救护车，我要洗肾，这个好咸，给我水。准备要捞盐花了，你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个捞吗？因为它很细，是不是？对，而且要轻轻的哦，要不然就会捞到盐，对不对？对，你就会捞到底下的粗盐。
哦，这样一点点，一点点呢。所以我们的收成要靠人工这样慢慢的去收，你才会收得到盐花。哦，有没有玩过夜市捞鱼？哎，我那上面会有灰尘什么？哎，就只有这样子而已耶。对，晒了那么多天才出现这样一些而已。才出现一点点。这已经是晒了1个礼拜的。这个呢，研发的真的是很厉害。对，像我几个朋友，他们在台北那个内科、新竹竹科、中科、南科都有研发单位。哦，对，那个是属于偏台湾国语的研发单位啊。是这样子吗？代表我们的研花很重要。这是先人的智慧啊，我们也是传承先人的智慧保存下来。我在唐代的时候，曾经跟着唐僧呢，到呢天竺去取经啊。所以当时法无尽，当时呢，我的法器就这一支了。像这样慢慢推，慢慢推，它盐就可以把它推起来。哎，这个跟我学校打扫的时候很像，那时候积水有没有？你看刚才看不到什么盐，这样推着推着，就看到一堆盐出现了。真的有嘞！哎，真的哎，慢慢推哦，推过来就看到了。对啊，好神奇哦！刚看到都是水，这个可以采收吗？上面的可以，上面其实用姜它已经把水分都沥干了。OK， 可以采收起来了。那我来把它铲，来，小顺，来。我看你有点硬度哎，对，它没那么容易铲哎，对啊，哦，很硬哎，这个就是钓虾拿来烤的时候就抹那个，就是这个粗盐，对不对？然后无锅鱼啊什么，对，用我们的盐烤过更好吃。哎，先生，可不可以小力一点？哦 ，sorry， 你把它铲到这田里了，那个不要弄太多，它很重哦。对，没有重的给我。这个粗盐啊，都是我们每一年在11月的时候，会跟南昆生代天府最大的王爷总庙，我们跟云嘉南管理处一起办一场世界最大的盐祭典——昆生王平安盐祭。哦，它是唯一以盐为主题的一个祭典。感谢王爷，感谢上苍赐予我们这么好的盐。对，为什么日本那个相扑的有没有？嗯，除了要撒盐，对，之前还有祈福，还有驱魔。对。真的要吃哦，来，啊，干净了，我们已经晋升完毕了，走，我来了。我说来这边玩的小朋友很可爱啊，他们回家之后就会跟他妈妈说：“你厨房的盐不要用了。”你要换我们台湾自己晒的盐。对啊，但是应该你们这个晒150吨都卖光光吧？不一定啊，粗盐我们就用祈福盐来做，不一定卖得完啊。但是现在各公庙都有我们的祈福盐啊。对啊，各公庙都知道，因为我们这个盐是天然日晒，你吸收因为那个能量很强。对，这个你先试看看你那一部够不够？会不会太重？我想帮你，你先起来。原来改相当。找到它的平衡点。不错，等一下都可以来一点便当了。这个好脏啊！这慢慢晒会变白哦，老板娘。对，你要加压的。有一种沙蟹的概念吗？没有，因为你这样倒很难倒，这个真的不容易。今天也为我们的收成尽了一份心力，净化一下，粒粒皆辛苦。对，粒粒皆辛苦。听说呢，有一个呢，帅哥阿南。对，阿南现在正在抹盐了，是不是？这个粗盐。对，在腌丝木鱼，然后吊在屋檐下让它风干，变成鱼干之后，再拿来炖肉。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哎，我有闻到是先用米酒去腌过，一般哦，我们会用米酒下去做杀菌。第二个，它会比较没有腥味。对，我们先把丝木鱼铺平，
把它直接铺下去猪眼下面，对，然后把下面的猪眼捞上来。哦，对，啊，你会下去，你手会感觉到有一点湿湿的，那就是米酒。然后我们轻轻的把它压下去，把猪眼轻轻的压到鱼肉上面去，轻轻的，对，帮它按摩，它这样要几天它才会成为？正常来讲，要经过1个晚上的脱水之后，我们要吊起来。然后因为每天它的气温啊，或者是湿度不一样，所以每天它的变化也不一样。哎，这个还没有开呢，在后面。哦，在后面，早点讲嘛。哦，如果要去刺的话是很麻烦，而且那个只能用手工去刺，没有办法用机器。稍微压一下，盐再多一点没关系。盐再多一点。对，鱼头也要稍微给它马杀鸡一下没关系。这个肉摸起来都好弹哦。对，它煮出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味道？它有一种腥香味。我不爱洗，但是我用我恁吃看吗？有汤加我就别洗啦。来，没问题。这个算已经脱水脱好了，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用竹签把它固定成型，从中间龙骨先过，是中间横的一只。那你这种手法应该是从小就做的吗？上一辈留下来的东西嘛，那我们要做一个传承啊。你以前念书的时候念什么？我以前是读资讯科的，资讯科。第二支是从后面尾巴这一边有切的这一边，打45度这样子穿下去，这样子就可以了。架起来了。对，然后第二步呢，我们就是用绳子把它上一个套索，这样子 ，OK， 这样子就能挂起来了。那我们就这样把它挂起来。这个是今天挂的吗？还是？那个算是已经挂好几天了，收汁收的很好了。对，来，请你们试试看。好，中间穿过去，是在肉里面呐，刺深一点没关系，刺下面一点。这尾巴，要从那边有肉的插回来。这一只要插45度下去。45度啦，这个前倾。有45度。哦，尾巴朝自己，这样子会比较好绑。这边。能把它听了。对，然后直接把它套起来。好 ，OK， 然后把它挂起来就可以了。它其实只要让它可以打开就好。对，因为它晒干之后它会萎缩。对，许孝顺丢，许孝顺本人。OK， 来绳之以法，来 OK， 然后把它挂起来就好了。安南，我手比较短。好，来我帮你。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做的虱目鱼干，一样可以吃，是不是？可以。仿佛有一点点类似像烤过的那种感觉的那种，而且肉汁紧紧的都吸在那个鱼肉当中，对，所以吃起来一度会以为是猪肉。对，这算是我们台湾比较早期的一道菜啦，一夜干的方式，那味道比猪肉还更强的，但肉感其实是差不了太多啊，很好吃我觉得很好吃。老林那个红萝卜，都好香哦。这个就是拿来浇崩啊，或者是这个一碗大概饭吃3碗吃掉。我们鱼干我们退完盐之后，要先油炸过，它鱼肉才会定型。所以不然我们卤下去的话，它鱼肉会散掉。对，所以它的比较耗时耗力啦。对啊，真的是耗时费工啊，算脂肪啊。所以可以来这边找你买那个鱼干。可以，太棒了，又多了一个伴手礼了，耶！笑脸嘞，猪爸爸。锵！哎呦，听说这老板比孔锵还要厉害。我们来看看他到底怎么锵。哎呦，挑了，锵，来锵一大啦哦。安尼饭较好吃哦。好吃，快点看好吃。这样上了鸡牙铁盘的。对。哇，来。很喷，好疯狂哦！我去，老板，你来做香点哦？对咯，一天要唱几盘？10盘而已啦。一天唱10盘哦，卖完为止哦。我叫你一训练哦，给你练。他这都是带动作的那一种。他平常有去健身房吗？没有啊，就在这边健身就好了。刚刚好。他一方面要控制火候，对，这边的也有的掺料，
是，对，他非常忙。好，六，可以，什么菜都没关系。这个都汤不坏哎哦。哦，慢点啊。呛了。哎，这鸡菜香哟。对。哎，这个看进来哦，唔要看过哦。这个高餐啊，这个炒饭啊，这个炒饭。啊，你有合格无？有合格的。无合格，我帮你调一下。因为他那个这个不好这样子。这里，好。香啊！哎，九姐，不要照一张。它等于算是这个炒饭跟它一个表演的啦，真的，而且这个火候刚好这个铁盘，对，那种的温度，对，把这些气有没有？对，你看那个饭在跳，你看吗？啊，你会忝无？啊，我就袂忝的。哦，你表情，但是都嘛唔知啦。是吼，你当时就安尼伫遐咧呛啊？是啊，呛26工啊。哦，呛26工。哦。所以我现在在种所在就是讲，你们以前的锵大师哦。你内底坐，我传让你食吼。欢迎大家来新年锵起来！犀利，很率中啊！那你新年，我觉得锵大师，锵大师来，今天终于见到锵大师了，真的厉害哦，真的很辛苦哎，真的比辛苦瓜嘞。嘿呀，我拼哦，那沙拢唔捌打过啦。这个真的是用尽全力、用尽生命，然后再炒一个饭哦。太用心做，当初的时为什么会去听这个片开始锵的声音？咱原底就用这个白鼎咧炒啊，咱电视就用迄原底就会出这个声音。来这做的时阵，人客会甲我号这个名，都锵的安尼。但是事实上真好吃，才有法度来声名远播啊。是啊，咱来吃看慢。咱来吃看慢。真正拼起来有够香的，那个锅气不在话下。而且它用非常传统的那种胡椒的香气下去蒸，略有沙茶的滋味。对。我觉得沙茶哦，你厉害啊！就开玩笑。我讲哦，其实我更平静耶。对哦，好吃。而且我觉得最棒的是它旁边它带一点那种小锅巴的那种感觉。它每一锅它炒完之后，它还把它清到很干净。它清的，无要后一条后一项就无多咯。过年有没有？过年时啊拢有份啊，即马较济岁啊，唔通几样的。你几岁？我50啊，20几岁变啊重啊。即马时间嘛无做较长啊，即马做到暗时啊11点。那不是等大家拢做到3、4点的啊。今天啊，几点做到3、4点？下晡3、4点做到3、4点安尼。哇，他收了拢4、5点哦。要坚持一个行业真的没那么容易啊。听说他们家的鲈鱼汤哦，这个你让你产后啊。对，让我产后。对，一定要喝一下。来，进口买。啊，这是锅烧意面。哦，是鲈鱼汤，超赞，超级鲜。而且因为它加了蛤蟆之后就更甜了，那个汤头。锅烧意面也是相当丰富的。内底有蛤蟆、有蚵啊，有鱼啊，你唔得锅看嘛诶。锅烧意面，好料拢伫内底，满的料啊。锅烧意面就是台南发明的，所以这个算已经在地人的一个灯塔了啦。每天的人都很多哦，看食惯是啊，凡是有个人的时阵啊，做生意嘛，无可能逐工拢多侪人的吼。你买可以去，味道是回家的一条路啊。这么多哦，这个新鸭车头无来找你很久。哦，头我有问。我有话自囡仔食较大啦。今天为外观期来的。是。哎呀，那个教班教课。教班教课，无啦。它那个汤呢，就是海鲜汤啊。对。还带有点油葱的那种香味，我就很喜欢这种传统味，好喝，它不会油腻感。一行较厉害的鱼肚饭对啊。鱼肚饭，它厉害是那种火候，那个铁盘锅哦，代表了一切，那是一种王者的象征。好吃，真的，因为它在用那个石目鱼的油脂的香味，以及烤到刚刚好的煎脆的那种。
那健康大师，今天你真的是满足了我们所有的问号。有时候是看热闹，有时候看门道，但是它的门道跟热闹跟真正的好吃，全部都聚集了。18分，谢谢。 OK 哦，谢谢老板，来，大哥。哦，安尼完全看不出来。哦，又是你来，我做马人我这个唔捌等过这个新娘的来，啊，画一个较水的吼，啊，阮这樱桃小口鸟吼，安尼有水无？哦，你讲咱较画红，啊，吼，荣华富贵是世人啦，你子孙代代出高人啦。过年啊，别遐吊大档啊！喂，有水无？水哦！你眼光，好势，你眼光。阮这个新娘有够高水的啦，哦，这一看就知这大肠套这高生啦，这口超过一定会定红的啦。喜欢我们驰骋都市传说乡间的旅行风格吗？那你现在要做的是按上订阅，加上小铃铛，快点！